第91章夜中相遇。你究竟是谁？听得少女淡淡的清灵嗓音，黑袍人无奈地耸了耸肩，略微沉默之后，苍老的声音缓缓传出：我想你应该在萧家见过我吧。轻轻地晃荡着一截雪白的小腿，须儿眼波流转，随意地轻声询问道：你去加列家族做什么？受人之托，解决点麻烦。受谁之托？秋水眸子眯起浅浅的弧度，须儿紧追着询问。这可不能说。摊了摊手，药老笑道。可我想知道。精致的小脸上扬上淡淡的笑容，须儿脚步朝前一踏，身形竟然便是悬浮在半空之上，淡金色的火焰螺旋尖刺在纤手之上急速凝聚。嘿嘿，小丫头，我知道你现在很强，不过凭此就想要拦住老头我的话，却还差了点。药老笑道。须儿柳眉微蹙，却是不再言语，素手一扬，指尖之处几根高速螺旋的金色火焰尖刺继续浮现。望着须儿这不肯罢休的模样，黑袍中的两人顿时有些头疼，叹了一口气，药老无奈的道：我可不想和你动手，万一伤到哪里了，那家伙会心痛的。好吧好吧，怕了你了。今天有个不长眼的东西调戏了某个家伙极其重视的女孩子，而那家伙又刚好认识我，所以我就被他叫来当苦力了。哎，也不念叨着老头这么大的年纪，大半夜的跑来跑去容易吗？修长睫毛轻轻眨了眨，一抹晕红缓缓地浮上那逐渐解冻的精致小脸。须儿小手一翻，手中的火焰尖刺便是缓缓消散，目光瞥向黑袍人，笑盈盈的道：老先生果然和萧炎哥哥有关系。嘿，这称呼变得还真快。药老笑了笑道：你恐怕早就猜到了我与萧炎有些关系吧？以前只是猜测而已，不过却并拿不准。须儿笑着摇了摇头，在半空中对着药老盈盈行了一礼，微笑道：虽然并不知道老先生的来历，不过1年之前萧炎哥哥能够抛弃以往的颓废，想必与您有一些关联吧。药老淡淡的笑了一声，不置可否。美眸紧盯着黑袍人，须儿甜甜一笑，轻声道：不管老先生出于何种目的而接触萧炎哥哥，不过还请老先生千万不要对他隐藏着一些别的念头，不然须儿会仇视任何一个对萧炎哥哥产生威胁的人。或许老先生很强，可相信须儿，我有说这种话的能量。啧，好个强势的妮子。听着须儿这蕴含着淡淡威胁的话语，药老一愣，旋即笑道：我只是不想萧炎哥哥被人蒙骗受伤而已。轻笑了笑，须儿再次对着药老行了一礼，含笑道：天色不早了，须儿得回去了，今夜老先生的所见还请不要和萧炎哥哥提起。放心，我不会提一个字。药老点了点头，旋即戏谑地在心中添了一句：因为他已经自己听见了。见到药老答应，须儿微微一笑，刚欲回转过身，一道绿影却是忽然破风而来，略微一愣，须儿小手一挥，将之吸进手中。望着手中的小玉瓶，须儿怔了怔，将目光投向房顶上的黑袍人。你使用了秘法，这几天时间内恐怕很有点虚弱，这瓶养气散你留着吧，早点将状态回复，免得一副病怏怏的模样，某人看了会心疼。药老淡淡的笑道。闻言，须儿小脸上浮现一抹绯红，握了握手中的玉瓶，冲着黑袍人感激的点了点头，脚尖在虚空轻点，身形便是急速射进黑暗之中，逐渐消失不见。站在房顶之上，望着消失在视线尽头处的背影，药老忽然轻叹了一口气，喃喃道：当年你小子偷偷溜进人家女孩屋里，莫名其妙的搞了通毫无作用的温养脉络，竟然便是误打误撞的把人家女孩一颗心也搞了回来。哎，说起来你还真是个好运的让人嫉妒的家伙。黑袍下，萧炎摸了摸鼻子，他心中也清楚，若不是小时候的那件事，恐怕长大后的须儿对待自己的态度与对待萧宁等人恐怕还真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当然这些假设在现实面前都不成立，嘿嘿，谁让他在女孩心灵最柔弱的时候悄无声息地闯了进去，并且还无意地在人家心中烙了一个属于他的印记。略微有些得意地笑了笑，萧炎双手悠闲地抱着后脑勺，然后任由药老控制着身体，迅速地对着萧家方向弹射掠去。
在到达萧家之后，萧炎为了怕贝须儿察觉，所以特地小心翼翼地绕过他所住的那片院子，这才降落到自己房间之外，然后飞速地窜进了房内，轻轻地关好房门与窗户。进入房间，萧炎飞快地除去身上的大黑斗篷，将之收进纳戒之中，这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软软地倒在床榻之上，懒懒地轻声自语道：哎，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啊。翌日清晨，加列家族。加列毕此时的脸色阴沉得有些恐怖，丝丝森冷的气息从其体内散发而出，将那跪在地面上美貌侍女吓得索索发抖。目光阴冷地在这所柳熙所居住的房间中细细扫过，加列毕寒声道：你说柳熙失踪了？是的，族长，昨夜婢女不知为何忽然失去了知觉，待得天明之后方才苏醒，可一醒来却不见了柳熙大人。婢女问过外面执勤的护卫，可他们却都未见过柳熙大人。侍女战战兢兢地道：从他昨夜进屋之后，我便察觉到他一直未出来，而且加列家族仅有的2处大门都有斗士级别的强者看守，以他的实力绝对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出了加列家族。加列毕阴声道：婢女也不知。侍女脸色惨白，生怕加列毕会因此而怪罪于他。眼角急促地跳了跳，心情几乎乱成了一团乱麻的加列毕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再理会颤抖的侍女，缓缓地在房间各处角落踱着步子。见到加列毕的举动，这名侍女也不敢再出声，跪下的身体丝毫不敢动弹，一步一步地在安静的房间之中走过。在走至一处角落之时，加列毕脚步骤然一顿，眼瞳紧缩地死盯着墙角处的一小团白色粉末，心头狂跳地蹲下身子。加列毕用手指拈起一点粉末，放在鼻下轻嗅了嗅，顿时阴冷的脸色瞬间化为惊骇，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加列毕忽然地察觉到自己的脚跟有些发软，一股寒气不可自制地从心底缓缓散发而出。柳熙竟然被人在我的眼皮底下给杀了！